师傅管理员呢？我是。以你的经验，像这种情况是多久之前凿的呀？这应该是昨天凿的，我看一眼就知道。我们天天巡查呀，查的就是这个。小杜，让痕迹把这个十字镐上的指纹提取一下，跟死者做个比对。相对。收到。搭上这个车好像有点问题啊。来了，把这个地方警戒圈起来。往后面。这个。怎么了？初步排查过了，车辆完整，车内没有发现打斗痕迹。副驾驶的座位底下发现了一个白酒瓶，您看一下。还发现了个公文包。那您要是一居的话呢，就是性价比高一点，但是空间上呢可能紧张那么一点点。这套房源，它这个离学校也就是1公里多，开车的话就是4、5分钟吧。这套房的话是家具家电全带。洪良，你说咱们租个1居还是2居啊？可以。也可以先租个1居，然后等你调过来之后，咱们再换个打扮，你说呢？对。嗯。出来。你没拿包？洪亮，你这什么情况呀？还有刚才你接谁电话了？从接完那个电话你就一直不对劲，心不在焉的。老乔，走。老乔过世了。就这儿啊？对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行，严看我打您电话。请进。哎，哦，行，那咱先看。哎，好，您请，您请。哎，怎么样？公安给我来电话了，说在永庆河的上游发现一个冰窟窿，旁边有振兴的车、包，还有衣服。那就是说他掉进去之后冲下来了？现在还不清楚，得等公安那边进一步的调查。周梅现在怎么样？你说谁能接受得了呢？人走太突然了。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也去趟他们家里边，看点周梅，还有冉冉。先这样。好。明天回趟东边。明天中午得跟张总吃饭，约好。以后张总就是我老板了。小月好不容易给找了这关系，还没去呢，先赶时间，第一印象不好。他欠小远个人情，我让小远跟他说，改一天多大点事儿啊！人都走了，我也啥也看不着，哪去？我说踏踏实实把这边事儿办明白了，让人走也不安生。哎呀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你跟老领导这个角色相当英明，所以我等我再回海州，第一件事，我催孙亚军赶紧把我关系办明白。衣服一脱，哎，我带着小豆过来上学，老领导那边一退休接过来，咱全家北京安家，一家人齐齐整整，一个都不少。对，珍惜眼前人。哎，还领导总结精辟到位。
还怎的？我再问你一遍，确定不回东平了，我可给你嫁了。我就先不回了，假攒着呗。攒什么攒啊？嫁还要攒的，过这村就没这店儿。咋这样呢？各位领导，首先我要检讨，万海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，是省市两级都关注的要案。开庭第一天就出现了被告人干扰审判的事情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对于像张文京这样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，我们准备的不充分，功课做的不扎实，对案件处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。庭审视频我们都看了，张文京喊的万海不是黑社会，为什么？各位领导，张文京在法庭上说的话，那都是胡乱攀咬，根本没有事实根据。我们经过审查发现，张文京在万氏集团任职期间，曾多次为该集团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帮助，甚至涉嫌参与多起诈骗、敲诈勒索等相关案件。他一开始呢，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，并且辩称说自己只不过是万氏集团的一名法务，他给万氏集团提供的服务也是法律中性工作，甚至说他对他服务的这家公司是不是犯罪了，他都不清楚。可实际上，张文京是从11年前就担任万氏集团的法务总监了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他怎么可能对他服务的公司不了解呢？其实啊，他就是利用他学到的法律知识，协助犯罪团伙规避法律制裁。这个被告人当庭喊冤，他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？张文京当庭喊冤，严重的干扰了法庭秩序，混淆视听，干扰了我们审判。他呢，这是一种手段，是为自己脱罪的一种手段，或者说，他非常清楚，他有非常深厚的法律知识，并且熟悉我们的审判流程，所以他特意等着开庭的第一天，有大量媒体在的时候喊冤，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，博取同情，并且利用舆论裹挟我们审判的方向。领导，我要汇报一件事情。我们一部主任乔振兴同志死了。啊？死的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已经去过市局了。截止到目前，调查工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等一有结果，我会第一时间给领导们汇报。各位领导，我们的工作确实有疏漏，我们希望也期待着省院对万海案能给予更多的关注，还有指导，
让案件切实的进行下去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这么晚了还叫大家来开会，辛苦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，我们这边再开一个党组会，研究研究。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？信息量有点大，也有些混乱。说一下怎么个乱法？信里直接指出乔振兴是被害死的，但又没写是被谁害死的。举报李仁俊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保护伞，万海团伙不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，也就是说，东平还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个黑社会团伙，并且其背后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。这封信对乔振兴、李仁俊、万海案提出了明确的定性，但只是观点。没说原因。对于这样的举报信，我们是有明确的规定的，必须查。在中国法律体系持续健全、法治社会建设稳步推进的当下，如果发生这样的案件，那将是极其罕见、骇人听闻的。对，可是张姐，别的不说，首先时间就不够。乔振兴、李仁俊、万海都跟万海案有关。包括张文金当庭喊冤，这都是搅在一起的。想要查清一点，其他也得理清。可是万海案已经开庭了，刑诉法规定，公诉案件必须在3个月内宣判，也就是说，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在3个月内查清楚。难啊！难，也得查。领导，领导好。洪亮，哎，到北京了吧？到了，今天到的。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托您的福，一切顺利。那就好。明天啊，需要你回来一趟。哎，领导，我方便问一下，我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吗？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任务。不需要，明天下午下班之前回来就可以。好，没问题，保证不迟到，您放心。那明天单位见。好的。早点休息。哎，领导再见。什么玩意儿？今天下午是谁打死说也不回去了？还是单位的领导说话好使啊？哎呀，真不由己，真是。你，哎呀。严书记，根据这封举报信的内容，我怀疑东平市政法系统内部可能存在严重的职务犯罪问题，甚至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。万海案是轰动全省的大案要案，我建议省检察院成立一个指导组，让11部的同志参与其中，指导办理张文金案的同时，暗查东平政法系统内部是否存在职务犯罪行为，是否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，如果有，一旦查实，坚决打击，绝不姑息。明白。太麻烦了啊！没事。哎，正好我们李检到了。李检，谢主任。李检，哎，谢主任。李检，江队他们来了解一下乔主任的案子。啊，我正好给许局打电话呢，有什么新进展？李检，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，还在调查当中呢。今天过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乔主任平常的工作状态什么的。
谢主任，那个关主任你配合一下。哎，太麻烦了啊！哎，没事，安整队。老乔就坐这儿。张队，老乔是怎么死的？挨的啥？谢主任，乔主任平时跟同事们关系怎么样？关系挺好的。那他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，或者说他情绪上有没有啥异常？就对，乔主任这个人呢，平时就不爱说话，把他从万海岸上撤下来以后呢，就更不爱说话。万海岸这么大的案子，把他从主办检察官上撤下来，这全院上下都盯着呢，脸面上可能挂不住。你说这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申请人洪亮，我是刚调来不久啊，对咱们本院的同志还不太了解，这就看到了你的离职报告。这可不是我对领导有看法，开玩笑。工作交接都完成了吗？专委很关照我，就没有最近安排特别重要的任务。前天是他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结束了，是跟春祥同志有关系的那件事儿是吧？对。洪亮啊，听说你跟一部的同志合作的不是很愉快啊？没有啊，因为流程都是正常的，推进的很顺利，一部的同志非常配合。是吗？哦。那一部的主任亚平同志，你合作完了以后有什么想说的？就人很好啊，就是性格比较直爽，性情中人。但实话讲，就是因为我们是一部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吧，别的部门的同志对我们就相对比较谨慎，所以也没有更多的交集和了解。谨慎啊，你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啊。好，就要离职了，最后的这一段检察官时光，你打算怎么度过啊？个人利益永远服从国家利益，服从集体利益。只要单位还有任务方面的需要，我义不容辞，坚决站好最后一班岗。在任18年，也才40多岁，这就要离开这个岗位，舍得吗？肯定舍不得呀。哦，对了，你老家是东平吗？对，东平市开发区洪家村人。因为我父母还在嘛，所以我没事老得回去。哎呀，这个东平最近是真不太平。万海案是吧？最近又出了一件事儿，那个乔振兴的死亡。洪亮，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吧？怎么回事？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，就是他们给我打完电话也没说清楚，就说是溺亡。但我听说他这2年喜欢钓鱼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野钓的时候你得砸冰窟窿，你至少得这么大。乔振兴跟你是大学同学吧？啊，你应该了解他。说说看。应该说他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，最纯粹的一个人。怎么说？对理想，对人生的规划，明确的认为自己的目标就界定为检察官，那还真就实现了。就是我们上大学大1上学期那会儿，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在开水房，我专门问过他，我说哥们儿，你这为啥当检察官啊？他还跟我说，因为检察官是坚守正义底线、捍卫公平的卫士。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有点抖。我当时我就顺着往底一看，
特别想提醒他，我说哥们儿你烫手了。他拎的那个绿暖壶嘛，它上面有特别大的一串红字儿，以至公无私之心行光明正大之事，自己写到绿暖壶上的，那开水就流在那个红字儿上，那个蒸汽腾腾的往上冒。就那一刻就我觉得好像我也应该当检察官。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？李仁俊，就那个东平市现在代理检察长。密码656。他们到了。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？李仁俊，你昨天给我打个电话，就东平市代理检察长。哦，李仁俊跟你也是同学是吧？对，我们仨一块来。李仁俊这个人怎么样？你也说说看。大侧块上来讲，他们俩就是我们仨吧，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对司法有坚定信仰的人。但是任俊呢，就比我跟乔振兴呢，在理想上来讲，就是稍微的高远一点。就他不是说，我一定要拘泥于每一起案件，他更希望说，在他的努力之下，能够带动出一批优秀的年轻的检察官。希望在他的这个努力下，一个地方能有一个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司法的天空。我觉得他是比较要求进步的。真是难得啊！大学同窗，竟然3个人都在咱们省的检察系统工作，你们3个人应该是好朋友。那肯定。洪亮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说你这个人，你对朋友，你能做到什么样？啊？随便聊，随便聊啊！如果说我这个人喜欢为朋友拔刀相助、两肋插刀，我觉得这有点过于标榜了。像林专委应该了解我，我至少是一个说，为了朋友、为了好朋友，能够雪中送炭、有难必帮这么一个人。好，就要你这句话，
差不多了吗？应该在门口了，让他进来。好，我来。哎，亚平主任，张姐，孙长，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张姐，找我什么事？对不起，委屈。那就最后再耽误您一下时间。洪亮，这个字我还没签，你还穿着这身检察官的制服，你就应该履行检察官的职责。咱们今天的谈话才刚开始，请坐。嫂子，照片。嫂子，我来什么？选一张什么样的？找张专检查制服、戴眼灰的，真心喜欢；找张笑的。你都不知道，你隔着半年，你多憋屈。我必须让他笑着走。嫂子，你检查服的没有笑着。按照这封举报信的意思，东平可能不止万海一个黑社会团伙，甚至其背后还有东平政法系统的保护伞，李仁俊、乔振兴，可能都跟这些有关系。看完了吗？看完了，我就宣布一下省院党组会的决定。鉴于目前万海案的复杂，张文京当庭喊冤，以及收到的这封匿名信，党组会决定成立一个指导小组，下到东平去，指导并推动案件办理。郑亚明同志，指导小组的组长，你来担任。是。洪亮，你是副组长，听明白了吗？张姐，这不太合适吧？为什么？当然我明白，领导这么安排，有您的良苦用心。对，就是查实一个举报信，如果没有证据的话，确实是挺难的。所以，您希望洪亮同志藏在指导小组里暗查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张文京当庭喊冤这事儿，确实值得探究。但是万海案，从介入到起诉，花了2年多的时间，看得出东平市院的同志们对这个案子的态度，那真的是非常谨慎了。我个人觉得啊，我觉得万海案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另外，这大家都知道，洪亮同志那是11部的，你说他跟着指导小组到东平去，那就点明了省院怀疑东平公检法有人在万海案或是张文京的问题上，他存在职务犯罪的嫌疑。张文京喊冤这个事儿查，肯定查，而且一定会查清楚。有问题，我们跟市院指出，错了纠正，那对了呢，我们也得支持市院
推进案子的发展。查也好，推动案情也好，要去东平吗？对。洪亮是东平人，他对东平的情况比你更了解，所以他加入这个指导小组有好处。匿名信上涉及到的李仁俊，还有乔振兴，都是他的同学，这2个重点人物跟他都有关系，所以党组会决定派他进入这个指导组是没有问题的。张姐，我觉得这个就更不合适了。为什么？同学，都是熟人，对，得避嫌。我真的他说的是。问你意见了吗？这是党组会的决定。如果举报信内容属实，十一部的同志就更应该加入指导组。你存心要把这案子搅和黄是吗，乔振兴？证据不足，我让他们退回补充侦查有什么问题啊？没问题，可是你已经退补2次了，都是赶在审查起诉期限的最后一天，人家公安也补充侦查了吧？第2次提上来的证据你还不满意？关键几个节点上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啊，证据不牢靠怎么起诉啊？可是你都退补2次了呀，法律规定只能退补2次，但超过2次这个案子就不能诉了。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问题，我们才要穷尽一切的法律手段呀。哎，我们还有检查侦查权，我申请自行补充侦查。哎，李佳，那个都问什么了？哦，就问了一下老乔最近有什么异常啥的。除了配合，我们也做不了其他的。张文静、海源，再加上老乔这事儿，你说省院会不会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呀？你觉得呢？所有的事情都赶到一块儿了，能没看法吗？那李健，我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怎么弄啊？是把万海的案子重新审一遍，还是专门调查张文京的事儿？您给我个指示。等省院的指示吧。好。李健，我知道你跟乔振兴关系好，别太难过了，身体为重，啊！我先去忙了。我来说一下纪律。乔振兴死亡刚刚发生，东平市公安也一定正在调查。在结论出来之前，不可以动用任何侦查手段，不可以让人觉得省院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想法、任何态度。多听、多看、多观察，多摸摸情况，随时向我汇报。张亚平同志还有什么想法？我尊重党组决定，服从组织安排。那好，张姐，我有个请求。说。我申请继续借调江南市院的王春祥同志，加入我们的指导小组。洪亮同志，哎，你不反对吧？我去准备一下。好。洪亮同志，走。离职报告我没签，可能心里还会有些想法，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听清楚了，尤其是大学校园、开水房、乔振兴绿色的暖瓶、红色的字那一段，我被感动了。假设啊，我只是说假设，假设李仁俊没有问题，乔振兴有问题，你会怎么看？不科学。那反过来，乔振兴没有问题，李仁俊有问题，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，你怎么想？不可能。如果两个人都有问题，领导，那就是我有问题。
那就是说我40多年来，我对我自己认知，我对整个世界，我对我这身衣裳，我有巨大的认知问题。你看，案情的复杂性出现了吗？所以啊，需要有人去理清。洪亮，你刚才说过，你是一个对朋友有难必帮的人。那好，如果我签了这个字，你脱去这身检查服，这个案子我交给别人去查，你放心吗？你会有遗憾吗？没事儿，人生嘛，就是不搏不精彩嘛。王总，墙头草。哎呀，有才来了！哎呦，王总，不好意思，不知道您这儿这么多客人啊。那等您哪天不忙的时候，我再来看您。哎，不忙，有才，你来。哦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有才来了，就代表啊，我马上就要有才了。王总，我是怕您这段时间太忙了，把给我免1年租金那事儿给忘了。你别在那瞎叭叭啊！啥前说给你免租金了？是您亲口跟我说的，说只要事儿办成了就免1年租金的，对吧？对，是我说的没毛病啊。但现在开庭了，判了吗？王总，万海案不是已经开庭了吗？那说明这事儿也办得差不多了。不是，是我这脑瓜子记岔了，还是你失忆了？我问你，现在这地方姓啥？是不是还姓万呢？表面姓万，但大家心知肚明，已经姓王了，是吧？那他妈能一样吗？啊？现在营业证写的啥？写的姓万的。等什么时候，这营业执照上换成我王玉的名字，我就有话语权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嗯，没毛病。那就按公司的制度办吧。欧音。桃，杨啊，忙着呢啊。那张凡，你看你这人缘，一人没脚下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是洪亮吗？对，哪位？啊，我是东平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侦队的，我叫江红军。哦，你好。有点事儿想跟您确认一下，您是不是认识乔振兴啊？怎么了？认识？啊，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同学，老同事。2月26号上午11点，你们俩是不是通过一个电话呀？对，他打过来的。啊，具体都聊什么了呢？啥也没聊，当时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的，听不清楚，喂了几声挂了。那是这样，洪先生，您保持您这个电话的畅通，如果我们这边有什么新情况，好跟您沟通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谢谢您配合啊，再见。洪老师。
什么单位？海东省检察院派了个指导组下来。指导组啊，怎么不是专案组？这最后不还是东平市检察院说了算吗？他们和东平市检察院是一家一体化办案，但能派个指导组下来，多少也代表了一个态度，对吧？对咱们也是一个机会啊！你怎么了，张文静？这个机会是你拼了命拼出来的，咱们要是把握不住，以后就不会再有了。知道。这样啊，你去趟万家，让他们整理材料，务必交给指导组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走了。进。李检，省院正式通知，指导小组今天就到。这么快啊？是的。成员都有谁？1部的张亚平主任任组长，还有11部的洪亮任副组长。洪亮？是。在货运站的强迫交易中，张文京是怎么给你出主意的？你再说一遍。你有病啊！我背了多少遍了？你再熟悉一遍。我不想熟悉。张文京当庭喊冤，现在省里派下来了指导小组，他们这2天一定会来找你询问。我现在在做的就是帮你复习，你知道该怎么回答吗？哪儿？省里啊？是要换人咋的？你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话吧？庭审很快就要开始了，到时候判决结果，立功减刑什么都不会变。不管谁来，省检察院、市检察院那都是一家的。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，这件事儿是板上钉钉的，脑子清醒点。你看看你现在的处境，想想你这些年的经历，想想你儿子，不要有侥幸心理。你跟谁俩呢？我有啥侥幸心理啊？你这个案子之前的主办检察官认识吧？乔振兴死了。咋死的？他的尸体是被发现在永清河上，人啊被挂在冰面上，那个身体啊冻得硬邦邦的，他的那个手啊脚啊都泡发了，大脚一个惨。死的时候眼睛都没闭上，最后的定性一定是自杀。不是你们想干点啥呀？非得把事儿搞这么大吗？管教。是张文京教唆我，让我安排人把王玉关了1个星期，然后低价收到货运站，我就按他说的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，强迫王玉在合同上签的字，合同是张文京你的。娱乐城保安把人家给打残的事儿，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，帮我擦屁股。
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。哎，傅律师，辛苦您喝口茶。哎，谢谢辛苦你了。大概意思我听懂了。首先我得感谢张律师，他在法庭上这么一闹，我怕这事有缓儿了。哎，现在是这意思吧？小万总，别激动，来坐，别着急啊，慢慢听我说。这不指导小组还没来呢吗？我今天来的意思呢，就是想告诉你们，咱们先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。好，你们呢，把你们知道的所有情况，包括有冤的地方，都写下来。好，到时候把材料交给指导小组，让他们知道咱们这个案子是有问题的。好，这个我一定准备好，您放心啊。哎，傅律师啊，以您的经验来看，咱这案子翻案的几率有几成啊？对，案子还没有判呀，谈不上翻不翻案，人家来了，咱们最起码得有一个申诉的机会吧。根据技术侦查的结果显示，本月26号上午10点钟之前，乔振兴一直在市检察院。10点40分左右，他来到了中兴路一带。上午11点，他在这儿打了一个电话。打给谁的？打给洪亮。哪个洪亮？咱们省检察院的。11点35分，乔振兴的女儿乔依然给他打了4通电话，没有接听。乔振兴到中兴路干什么？这个没有查到。为什么没查到？就这个中兴路一带啊，最近正在拆迁，因为拆迁很多商铺都停业了。但是不管停业还是没有停业的，我们都进行了摸排走访，没人见过乔振兴，也没有什么其他异常的发现。6个小时之后，乔振兴来到了永清河一带，直到27号早晨，乔振兴的尸体被发现，期间再也没人见过他。这个酒瓶是在这个副驾驶座位下方发现的，瓶身上也检测出了乔振兴的指纹，瓶口的 DNA 也对得上，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推断，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业局水库，然后喝完了这一整瓶白酒。从市区到水库的停车场有几条路？就一条，是青山路。那条路的监控调取了吗？因为那一带啊一直在修路，那监控断了好长时间。又坏了。洪觉继续。这是在车内发现的公文包，经过确认是属于乔振兴本人的。他包里有什么？工作笔记、车钥匙、一副眼镜。手机呢？这个没找着，车内包括包里边都没有。我们对周围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搜索，暂时没有发现。大家抓紧点啊！哎，对，咱把那往那儿放啊。谢主任，哎，打印机就放这儿了。得嘞，谢谢啊！把那个按照被告人的分类摆放，看着清楚，找着方便。哎，小刘，每个人面前发一本啊。好嘞，摆放整齐。来，你给我演练一遍，让我看看，字再大一点。好嘞。